我是一连气儿看了4个会诊的，这4个会诊的3个都是胎儿小的问题，胎儿体重的问题。那么这3个人呢有不同的原因。第一个呢是，好像有点感冒啊，一直是咳嗽，然后呢，就有点小了，但事实上复查以后也不小，但是比实际孕周还是小一点的啊，不是说完全一样，但是他有一个慢性病，就慢性咳嗽。下一个人呢，他是什么呢？啊、来我们院一复查就已经正常了，他自己呢觉得还行，各个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只是比实际孕周小一点而已。那还有就是刚才这个人，刚才这个人是什么呢？他从一开始就食欲不好，然后呢，好像是有意的在控制。他说他是在有意的控制，就不多吃，然后孩子就小了。哎，发现孩子小了以后呢，就开始好好吃。哎，这一来复查又正常了。那么我今天看了3个胎儿体重偏小的，那么来我们这儿一复查呢，都是在正常范围的，都是在体重都是在10%，第10百分位以上的，也就是说，不是那个最小的，也是在一个正常范围的，啊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是在我们医院，我们就不管它，也不把它特殊的去做什么交代，只是告诉他好好吃饭，不要太饿了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，就是基层医院来会诊的胎儿偏小的，什么头小的、脑袋小的这些，大部分都是在正常范围的，只是这个测量可能有一点经验在里边，这是一个。还一个呢就是吃，就是这个孕妇不好好吃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要么就是不好好吃，要么就是有慢性的一个什么问题。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不是说有畸形或者是有这个 FGR 啊，但是呢，基层医院都比较慎重，就都给送上来会诊。那么我们会诊完了以后呢，大家都挺高兴的，稍微指导一下饮食啊，多加强几次产检，就问题不大了。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，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，真正有问题的是少数啊。我们都会按照一种特殊病例来会诊、来学习、来，尤其对于那种特殊少见的病例，那么会诊下来，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这一点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那么焦虑啊。健康正常的饮食，定期的产检很重要。